嗨，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呢，让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荧光笔工作室 Highlight， 是全马最热血的知识型频道。我们以科普的方式聊关于马来西亚的社会、民生、时事议题等等。我们除了有街访之外呢，也有访谈哦。那有这么多的内容，有兴趣的朋友，你们已经订阅我们了吗？还没的话，现在就按赞、订阅、加分享吧。我们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都会准时上影片，让我们一起好好认识马来西亚。OK， 回到正片。其实今天真的是很期待，然后也很感动，可以有想要生活节促进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可以聚在一起交流。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好了，我的名字呢叫嘉怡，一开始我是念媒体的，然后后来呢我就在台湾念书的时候呢，参与了不同的 NGO 去当义工，然后做着呢，就想要继续念环境教育的硕士，然后就继续开始投身环境教育了。很难得今天呢，也邀请到我的几个好朋友，待会呢就好好的介绍他们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嘛，我想成为更好的环境公民，但是什么呢？所以今天就是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想要做一些行动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些什么样的挑战跟困难。那现在呢，我们接下来就请我们的讲者介绍自己的背景跟工作的部分。Hello， 大家好，我是 Suzana Hanim Wong， 我是 MBHS 市议员。Hello， 大家好，我本身背景是 NGO，我之前有投身在environmental NGO， 然后现在目前是在一个 Energy Access Organization。大家好，我是苏怡，我是Zero Waste Malaysia， 就是马来西亚零垃圾协会的联合创办人。那既然我们今天呢要来聊我想要成为更好的环境公民嘛，我们就请我们的讲者来分享一下你们的看法，你们觉得什么才是环境公民？身为一个环境公民，就是对自己的任何的行动都需要保有一个责任心咯，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你今天可不可以从某方面的一个行动上去减少碳排放啊，或者垃圾的产生啊，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维啦。你知道，身为公民就应该要保护环境。I mean， 一个好的公民就是要 aware of 你的 environment， 你的 society。当然，我们还距离这个目标有点远啦，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很有意识的想要保护环境。我甚至其实前不久才去登嘉楼一个岛屿，然后就是有2-3个女生就在旁边游泳，然后上方我其实就是听到他们讲说不要踩那个 coral。然后另外一个女生，她的朋友就想说，我没有这样 environmental friendly 的，他们都是 diver 哦，不管你是 diver 也好，你不是 diver 也好 ，coral 就是 part of ecosystem。我想要讲的是，真的一个好的公民就应该要有环境公民的定义了。其实基本上，我觉得为自己的行动负责，所以每一间家有责任要准备自己的垃圾桶，居民是负责准备嘛。那地方政府是负责收，那分类的负责那个人是谁？其实是居民。Every process 它都有一个不同的人来interfere 或者是有责任的。So I think to be honest， 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跟环境有关啊，跟社区有关啊，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来去执行的。我相信这个 education 是一个 long run 啊，我有看过，就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丢垃圾在自己门口前面的，他也不会准备，不是每一户家都会准备自己的垃圾桶。可是居民也会认为你是地方政府，你应该要处理 no matter what，no matter where I throw， 就算我没有丢进垃圾桶，我也觉得这个是你应该收的。其实不是，我对我来说其实完全不是。因为这个垃圾桶，我们地方政府有收税的，收税的这个钱啊，是基本上每一次来收垃圾的话是5角钱而已。那你的 rubbish 有多少也是一样的。可是我每次看到的垃圾，它不是在家前面丢的，它都是乱丢在旁边，一堆山掺在一起。这些其实我们会比较难处理的一些垃圾。大家会不会有一个迷思，就是觉得环保的东西就是特别贵，就觉得只要我要支持环保的东西就是贵了？我们都想要看一下核保一下可不可以负荷得了，是不是可以买得起的东西，就是买了这个东西会不会下个月有不够钱吃饭之类的。但为什么还会特别贵？就是因为它有把环境的成本，它也把它算在里面了。就是它会运用到的一些资源啊、过程啊等等的，它都有算在里面，所以它就会比较不会剥削的状况下，它就会比较贵。因为我们也习惯了现在目前其他的部分，可是如果回到我们个人的时候，
我们自己有时候没有能力的时候，去买那一个东西，那怎么办呢？那就好像大家就觉得，哎，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不是环境公民了？就比较困难。然后这一个部分，尤其是在推动社区，再变成一个比较环境友善的一个社区的时候，它会更困难。我觉得挑战太多了。在马来西亚，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讲环境教育的时候，我们会用英文 rural area 啊之类的，这些 area 都不是用讲英文的人呢。英文 England 打刀 England 打嘞，这些都是讲华语的，或者是讲马来话的。那我觉得这样在做这个环境教育的时候，我不会再批评或者是去嘲笑，可是我觉得其实我会用马来文来去讲，我也想要用华语啦，只是华语不太好，所以我就用英文来去解释到底怎样做。我的 video 都会用马来话，因为我觉得其实要得到更多人认识、更多人了解这个 topic 的时候，如果我不会想要以我 comfortable 的 language， 还有我觉得我们要知道到底我们要 target 的人是谁。本来就知道环保意识的人，他已经知道了，他也会知道很多 information 都会以英文为主。那在马来西亚其实70%吗？60%都是马来人，那我们其他的都是英文。英文啊，其实是已经有知识的华人跟马来人都会看了的 ，they already know。所以对我来讲，这些 targeted 的人，我们要 go beyond rural area 这些auntie uncle 巴七马七，其实如果我们有更多 comfortable language for them， 他们比较明白的华语，到底 what else that I can do other than the typical one？ So we need to reach more outside of the circle。有人想要尽量减少叫外卖，开始自己煮，但是一忙的时候呢，又想要叫 Grab Food， 然后就会丢容器的时候会充满罪恶感。有谁有遇过这样子的状况了吗 We feel you, we feel you 很多年轻人讲，供不起屋子就出现 co-living。所以我最近听到的 co-living 在设计 kitchen 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再花很多钱放在 kitchen， 因为年轻人不煮，全部都 Grab Food， 所以 co-living 设计的完全是把 kitchen 做得很小，要microwave， 然后垃圾。那我个人的看法就是，我们讲出钱的老板先。老板都不 aware 什么是 SDG， 他们就会担心年轻人不出，哇，什么都去淘宝买。但你看到将来的大环境，我已经看到 globalization 换去 localization， 你什么都是算 carbon offset 的时候，我是企业我在算了，我什么要采购，什么都在算的下去的时候，你肯定看到将来的东西都要很本土化，要在地取材，这些的思维在正在做老板的 SME 老板是没有的。所以各位 NGO， 你们一直在跟普罗大众讲的时候，那一帮人没讲啊，也是没有用的，他还是继续用我要便宜过淘宝，我要便宜过什么的时候都在减用，因为我们大家懒惰，要便宜，我们吃到的东西都是因为工业做起。最近去台南、去日本，你看到很神奇的事情。路边都是没有垃圾桶的哦，我很麻烦，我是游客吃的东西我丢不到日本、台湾，但是路边一个垃圾桶，这个就是他们的公民意识很高了。一般 SME 老板没有被教育到的是，其实我的看法是我们比不过的，我们是没有办法，有时候就是还是会有一群人是我们触及不到的，不管我们多努力都好。那个时代变迁的速度是很快的。可是不代表我们不做什么东西，非常非常同意。只是一开始，如果我们才刚进社会的时候，看到这种，知道有这些企业的存在啊，是很 frustrating 的。就这种，你知道地球就要死掉了，结果你们还不做东西，那一种，我是曾经是有那种心态的。But then 我们就是要认清，其实我们是比不过他们的 speed 的。垃圾一定会有，那个环境的伤害是一定还是会持续的有，可是不代表我们在做环境保育的那一个圈圈没有在被扩更大，还是回到去我那一句，就是真的尽自己本能做了就好。然后我很 encourage 时常就是keep the conversation go on。对，这是其实是 how we spark like whatever ideas how we can do better。当然只是讲是不够啦， but then 那个 conversations 我觉得就是要一直继续讨论下去，
这也是你知道，我觉得也是想要生活节有 environment 这个 element 的一个元素啦。像台湾，像日本，对我觉得那是我们的 target。我不懂你们认不认同，马来西亚的人民的素质确实还差一大段。不是讲要比较，但至少我们有稍微的有意识，所以我们才想要来听，是吧？可是如果我们出去，你轻易可以看到的，像路边摊，就是有很多纸袋啊、帕萨马浪什么的，他们就是会比较 ignorant， 比较不 care。可是我们觉得，我觉得我们就是要一直 push 啦，这是我觉得我们 NGO 在做的事情。像因为甚至嘉义在做环境教育啊，像 Zero Waste 都在一直在 push 的。其实真的只有我们人民素质提高了过后，很多东西其实是一个社区在推动的。第一个我要补充的是，大家可能对于就是说环保的东西很贵啊，这个是我觉得大家都蛮同意的啦。其实，在一路走来就是在提倡零垃圾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也是觉得，好像大家都有一个迷失，就是环保生活就是你要很有钱才可以环保生活。可能另外一个思维就是说，其实有贵的方式，也有便宜的方式。比如说，现场很多女生 ，right？我们都会每个月来耶的 ，right？ 对有听过月经杯吗？月亮杯月亮杯啊？哦 ，OK， 月亮杯有听过吗？有谁有在用啊？买了不敢用。OK， 一个月亮杯它是一个你可以用10年，它是一个重复使用的月经的，就是卫生棉的替代品。所以一个的话，它是一开始我买的时候啦是120令吉。120令吉是蛮贵的一个投资啦，但是说一个你只要给120块一个月经杯，你可以用10年。所以我有曾经算过4年我没有买卫生棉，现在出什么味道啊，什么碳啊，我全部不知道。然后我有算，我4年没有买卫生棉，我都忘记它叫什么名字卫生棉我省了1476块。对，这个就可以maybe 你可以买一个来回机票去一个旅行啦对，所以我觉得环保生活它有贵的，它也有便宜的。然后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们一定要买到环保替代品，但是其实真正环保的东西是我们在家就已经有了的东西啦。所以就是我很喜欢那个 quote 是讲 The most environmental friendly product is the one that you choose not to buy。 关于到好像plastic 不要用 plastic， 其实 plastic 的一个发明，它以前是曾经想要代替纸张的，因为纸张砍伐很多树，就伟大的发明家就发明了塑料这个东西。它是蛮 OK 的是有用的是有用的。但是当我们的fast consumerism 快消费的一个时代带进来了，就变成一个即用即丢的一些很多的产品啦，这是我们要针对的东西然后刚才就是有讲到很多国家他们的素养蛮高的，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但是也是在今年开始呢，就有一些research 一些报道可以去 Google search 一下。其实我们看到好像说日本他们的分类很好，但是你们知道他们分类了，他们很多都是把他们分类好的东西运过来马来西亚吗？知道吗？所以我们也不差到哪里去啦，只是说我们的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也是不小心会变成就是大家的一个垃圾场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在讲回收还是在讲垃圾处理的方式，其实我们在马来西亚零垃圾协会就是最推崇的就是怎么去从源头去减少。刚才Suzana有讲到就是我们的语言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其实我们是蛮 fortunate 蛮幸运的，就是有3大种族，然后我们有很多语言，所以我们在推广零垃圾还是在推广环保意识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些材料全部都尽可能的就是有4种语言，就是有把它是 Tamil， 把它是 Malaysia， 把它是 English， 还有中文啦。然后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是想要就是提高大家的意识，但是就是像刚才我们大家就是有提到，就是说因为我们也是会遇到瓶颈，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做的东西是不是足够的。比如说我们在2016年我们创了这个脸书群，它从
不到100个人，到今天已经有50千个人了。但是它也不代表整个马来西亚的才 small potato maybe 一只蚂蚁啦，就是50千，它不代表整个 Malaysia， 但是它就是一个 work in progress。所以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可不可以以一个就是 top down 的 approach 去介入？因为我们有做我们的民调啦，就是我们的调查就是有很多人都是希望我们进入去教育，所以我们就想说 ，OK， 这样我们就进入教育咯。我们就去学校，我们问了很多老师，然后在问了很多老师的同时间，我们也发现到，其实大多数的政府学校的食堂，它是 subtender under 我们的教育部，所以如果这个学校的校长他想要这个食堂不要给任何的一次性塑料的话，是很难的，因为不是 under 学校的 control， 因为那个食堂的 operator 是 subtender under Ministry of Education， 所以我们就想要利用这样子的机会去通过我们的 program 叫 Green Wira Program， 我们去来教老师。然后我们 empower 他们，然后再通过一个我们就教他们 design thinking 啦，就设计思维让他们去想一下，在学校要怎么去改变那个大环境。那我们已经train 了50位老师，然后去了2间学校，一间在 Jenjarom， 然后另外一间是在 Taman Melawati， 也是政府学校啦。那个学校的老师他就是 propose 讲，我们要在学校做一个环保站。它环保站呢不只是分类垃圾，它还有就是 canteen 的厨余他们就会做堆肥，所以这样子在食堂我们做就是厨余堆肥，然后我们老师又开始了就是收集那个回锅油，收集回锅油，所以它就可以在整个学校的那个垃圾量它就减少了，因为厨余就直接拿去堆肥，然后回锅油也没有丢掉，拿去卖。然后还有一些回收物咯，然后另外一间学校呢，Taman Melawati，我们做的主要是把一些I think 是20间教室，把全部的灯换去 LED， 所以就是直接在那个electricity bill 电费、水费，因为我们也有做 rainwater harvesting 水费就可以直接影响到它可以 cost saving， 所以刚才我觉得我很认同。我们的朋友这边所提到的，就是讲到，其实很多好像我们要介入 SME 还是说介入一些 vendor， 怎样去push 这些 agenda 的时候，可能我们可以换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要从环境的角度，我们可以从，其实，你这个 restaurant 你试试看1个月，你不要给他们 straw。然后你就这样子 practice， 其实他们发现到就是他们这个是在邦萨的一间妈妈啦，他就是不要给 straw， 他 straw 放在 counter， 如果你去拿，他发现到其实他3个月他可以省很多钱，就是不用买 straw。其实苏一讲到了这一个部分，确实是很重要。像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在我们工作岗位上，有时候我们可能要自己做的时候，说服不到老板，就是个人很重要，个人行动很重要，但是大环境，所以为什么苏一会觉得 Zero Waste Malaysia？其实我们在做环境教育也是一样，我们每次在小朋友的时候，他们小朋友已经知道这个意思了，可是可能他回家的时候，家里的习惯，他的生活的环境，然后他去买东西的时候，商家又不支持这样子的做法，那他可能就会开始有一点错乱了，到底要怎么样？所以其实环境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可以有时候要怎么样在这个大环境，可能是政策或者趋势上，像carbon tax 或者是其实接下来也是现在有那个 ESG 报告嘛，就是只要是 public listed 的 company， 他们都需要每一年缴交这一个报告。接下来 SME 他们也需要缴交这个报告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要去知道自己对环境的影响是怎么样的，他的做法。然后当我们再去说服我们的身边的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切入方式也不一定是要以环境的角度，我们可以用价格的方式，甚至我们个人行动，像刚才有讲到，我们女生要买的不用买那种一次性的那种卫生棉，我们可以用布卫生棉，或者是我们有月经杯这些，换算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省更多钱的，或者是叫 Grab
Grab 那个刚才有讲到更贵，然后可能这样子换算回来，哎，倒不如我不要再去拿他的那些餐具了，我用我自己的可以省更多。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一些可以用的一些方式。其实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可以再分享，大家都知道我们就通过工作的时候才认识的，对吧？然后大家都在不同的岗位领域，所以他们面对的问题或者是什么的，所以我就把他们的面对的问题就变成how do I improve in the government side？ 说刚刚有讲到 join NGO 是吗？join 我比较好。确实，政府有它可以决策的部分，跟它可以执行的部分。当然，其他的领域像私人企业，然后 NGO， 甚至个人都有自己可以扮演的角色跟可以做到的东西，也都是互相监督跟互相合作，才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所以最后呢，我希望以这一句话来作为总结，就是这是一个诗人他说的一句话，大家也可以带走，就是我们不可以做所有的事情，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一件事情开始做起，一些事情开始做起，然后这一个事情它其实可以改变这个东西，这个整个世界。谢谢大家。